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纠葛特别不公平。明明同一件事情做错的人根本不是你，结果最后迟迟不能释怀的却是我们自己。那天我看到了一段话，说我们的身体里面装着很多碎片。贫穷的童年，不被理解的青春，叛逆过的朋友和冷漠的父母，还有说着爱你，刀起来却比谁都狠的负心人。他们像玻璃碎片一样卡在不同的年岁里，每想起一次都免不了痛上一回。有时候坐在一块儿吃饭，了解各自的人生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女孩特别在意钱。她说钱能给她安全感，因为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会让她有逃离的底气。而另外一个多年的好哥们儿，现在还是从来都不跟我们去唱 K， 因为他说他在那儿告过白，分过手，喝得醉得不成样子，哭得丢尽了脸。好像几杯啤酒下肚，大家都能翻出一两个难以释怀的故事。关于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的出轨，他高考的时候被父母瞒着篡改的志愿，以及人生低谷时见过的冷眼跟旁观。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伤害或许是一个中性词，但对于处处动情的我们而言，那是无论过去多少年都很难走出来的梦魇。手机里有一首歌，在我20几岁的时候反复听过上千次，那首歌叫《原谅》。前阵子久违的随机到了这首歌，然后我突然发现，曾经以为这辈子都过不去的坎儿，就算是用爬的，我们也都爬过来了。作为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，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我问过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这个人是我呀？为什么明明父母婚姻的不幸，到头来害怕被爱，觉得自己没有配得感的那个人是我？又为什么已经很辛苦的好好长大了，结果在恋爱的时候被嫌弃单身的人还是我？在每一个钻牛角尖的日子里，我都曾经怪过父母，怨过生活，恨过丢下我的人。有时候哭得想死，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了。于是我就拖着这样狼狈的自己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挣的钱终于能够带我去见更大的世界了。成熟的心态总算能支撑我独当一面了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难的从来不是眼下的困境，而是对这一切都束手无策的自己。而所谓的原谅呢，是你拼了命的努力，终于有一天变得更好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不期而遇的那个东西。如同陈明老师他在演讲当中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真正牢牢限制住你的不是客观环境，也不是原生家庭，而是昨天的自己。是昨天的自己拉扯着你，让你忘了今天想要去哪里。
其实所有的伤害都存在着一个真相，就是它是过去式的。过去的我们能力不够，心态不稳，看事情的角度常常极端，习惯把一时的坏视作人生的死结。有些明明就是阅历到了就能消化的事儿，非要逼着自己想上一整个晚上。幸而这一生遭遇的苦难也好，受到的伤害也罢，时间会给出解答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入生活，努力赚钱，好好读书，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，然后奋不顾身地往前走着。正如那个攒钱的女孩，她的长远计划里永远有一项，就是买一个离父母很远的房子，重新定义属于自己的家。那个还是忘不了前任的哥们儿，我想他总有一天会发现， KTV 去不去真的没有什么要紧，重要的是往后再遇到喜欢的人，还要记得再为他唱情歌。说到底，这世间能落得原谅2字的事情，没有哪件是轻松的。但我始终相信，等变好的那天再回头看这小半生的曲折，过往就不值一提了。其实人生从痛苦走向释然，你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？如果让现在的我来回答，其实是一个理解并且善待自己的过程。你要被好好的爱着，你才敢相信单亲留下的伤疤是可以抚平的。要遇上对的人，才有机会慢慢忘掉被辜负的耿耿于怀。又或者，至今的你仍然单身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你用心做的事情，认真存的钱，靠焦虑和内耗换得的每一个道理，都会陪着你一块儿长大，直到生活逐渐变成了值得期待的样子。那么恭喜你，你终于从昨日的泥潭中拔出了最后一根脚趾。释怀的感觉像重新活了一次，是曾经的伤害桩桩件件都还在，但你心里知道，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。